802。宁贵妃，行礼。你身体可痊愈了吗？都怪我这些日子忙着赈灾，没来得及向您问安。我应该恭喜你封妃，这也是你一直想要的吧？宁贵妃，您这是在怪我是吗？这些都是皇上拿的主意，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由不得自己的呀。能成为妃子是你自己命运的安排，这些无需向我解释。我来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运送灾粮会遭遇山贼？其一，灾年多有山贼，户部一般会选择稳定的路线；其二，有士兵护送，怎么会那么轻易让山贼给抢走？如实回答。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把米粮运到了粮仓，我就已经在想，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米粮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北环。但是那个周大人，他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，为抢功劳，自己私自把米粮运到了北环，而且还遇到了山贼，所有的运粮官都死了，真的是好难过，死了这么多人。皇上驾到！802，皇上，好了好了，朕都已经知道了，你回来朕就放心了。丞相已经跟朕说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都是那运粮的周贯中急功近利，万死不可亵天下。皇上，如果臣妾早2个时辰发现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就不要再自责了，一路舟车劳顿，朕陪你回去歇息一下。娘娘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明妃啊，这一路上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敏妃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啊？看你闷闷不乐的，还是因为那批赈灾粮的事情。算算日子，太尉最迟明天就会把粮食送到那批灾民的手里了。但是还是会有上千的人被饿死。那朕问你，是你让老天下雨造成灾害的吗？不是。那是你让周贯中做这样蠢事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好了，那你还需要自责吗？周贯中倒是聪明，事发以后就悬梁自尽了，不然朕会让他凌迟处死。皇上，臣妾有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这次回来，我发现宁贵妃看我的眼神，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是你这些天思虑过多，想太多了。或许是吧。有什么事吗？敏妃娘娘，奴婢的兄长在乡下得了重病，急需20两药费。奴婢知道娘娘不会白帮奴婢，所以奴婢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娘娘。你兄长得了什么病？消渴症。消渴症？消渴症很麻烦呀，20两怕是不够。我给你50两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宁贵妃毒发那日，奴婢去传御医的时候，看到屏风后站着个男人。快传御医。是。那他有没有看见你的样子？没有，他不知道奴婢看见了他。
好，小心行事，不要声张。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用到你。是。这些石料是广北的特产，我特意拿来送给姐姐的。哦，还有这些百衣被是燕都近郊百姓送给我的，我很喜欢。妹妹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那真是巧了，我也有事情要跟姐姐说。那姐姐先说吧。周大人的供词里面提到，是因为他贪功，才将米粮经由月华山运送，结果遭遇了山贼，米粮被抢，所有官员都被杀害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可周大人身为运粮官的最高官员，他为什么没有亲自运粮呢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认识周大人，我知道他是一个为人正直的人，所以我想要问清楚。下去吧。是。你是不是怀疑我？我有必要怀疑你吗？是，你是没有说出口，但你的怀疑全写在脸上。姐姐觉得周大人为人正直是吧？妹妹可不敢苟同。当日她本想自己带队进山抢头功，谁知突然暴病留守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周大人的病是心急还是旧患？看来姐姐的确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。其实说这个周大人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倒是有一些关于姐姐的事情想说，毕竟咱们姐妹之间嘛，若因怀疑生了嫌隙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不妨说来听听。姐姐毒发那日，我也在寝殿。谁知当时我太紧张姐姐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无意之中看见一双男人的脚站在那个屏风后面。后来呢？后来呀，我从铜镜里看见，那个男人就是魏大元帅。不过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。我只希望我这么信任姐姐，姐姐也不要怀疑我这个妹妹才好。班灵儿，我行事光明磊落，不惧旁人说三道四。倒是你，你心中若是无鬼，为何会拿这些流言蜚语来要挟我？是不想让我继续查周大人的案子吧？姐姐既然不领情，那妹妹只好言尽于此了。姐姐的事情我自然会保守，只是这后宫啊，耳目众多，难免会有其他的宫女看见了魏大元帅。这件事情一旦暴露，事关陛下的颜面，也关姐姐的性命。不劳你操心。那好，时候也不早了，皇上还等着我用膳呢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宁贵妃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听闻赈灾粮被劫一事，
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出宫，去北怀赈济灾情。那好啊，你深得人心，你去赈灾，朕放心。多谢皇上，一路小心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您真的放心让宁贵妃去赈灾？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你有想说的，但说无妨。皇上，昨日皇后娘娘在御花园掌掴2位妃子的事，您可有耳闻？朕听说了。朕以为她在冷宫已经磨练心性，跟以前大不相同了，没想到固态复萌了。如果这样下去，那朕迟早再把她打回冷宫里去。皇上这是误会皇后娘娘了。这次皇后娘娘并不是无理取闹，她是为了宁贵妃。如果这2位妃子将宁贵妃的秘密传扬出去的话，这不仅会牵连了宁贵妃，还会让皇上蒙羞的。什么秘密？敏妃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没告诉朕，快快说来。臣妾该死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朕？宁贵妃毒发那一日，臣妾在她的寝殿看见了魏大元帅站在屏风后面。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朕呢？臣妾害怕皇上一怒之下就伤害了宁贵妃，臣妾并非有意而为之。你真是让朕失望。臣妾该死。宁贵妃对臣妾有恩，臣妾不忍心见她身败名裂。臣妾知道此事之后，坐立不安，觉得自己愧对了皇上，这几日是日日不得安宁。魏广，你欺人太甚！朕不怕你碎尸万段，我为一朝之君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您就是再生气，也不能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啊！臣妾实在是害怕。魏大元帅和叶凝之，他们的名誉颇高，当时只有臣妾一人看见，无凭无据之下，朕知道，现在朕应该要忍。在没有证据的时候，朕就要按兵不动。只要有了证据，那朕就昭告天下，他们仰慕已久的宁贵妃和魏大元帅，实则是不堪的小人。谢谢，谢谢，真的，谢谢，吃一口啊，谢谢啊，魏广，谢谢啊，啊，你来，谢谢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下一个，我还以为要等到明早呢。你的，是他们说，看这天气，雨会越下越大，所以我们就快马加鞭的赶过来了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。你来多久了？3日，收到你的消息，我就立刻赶过来了。用过晚膳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一起吧。魏广，灾情怎么样？饿死近几千人，好在丞相及时将粮食送了过来，不然还会有3000多人死亡。你对周大人的事情怎么看？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这其中
一定有隐情。周大人下葬了吗？这里的官员将他的尸体和几个饿死的灾民一起葬在乱葬岗里。这附近有很多房屋倒塌，这里的灾民都是从那里来的。启禀皇上，宁贵妃昨晚已经安全抵达北怀，那边情势如何了？灾情尚未平息。另外，你说，魏大元帅也带人去了那里，和宁贵妃一起赈灾。下去吧。是。事关重大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只敢告诉娘娘。娘娘是这后宫之主，与宁贵妃又情同姐妹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帮宁贵妃。如果这件事情传扬出去，宁贵妃会惹祸上身，只有娘娘能帮助她了。本宫怎么帮？若是宁贵妃真的干了那样的事，那后果自然由她自己承担。看见朗坤了吗？皇后娘娘，臣在此。朗坤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朗坤，你赶紧去北怀，告诉宁之和魏广，千万不要一起赈灾，免得落下口实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白灵儿看到宁之毒发那日，魏广就在。我猜这事儿他一定会告诉皇上。可是皇上为何到现在没动静？应该是想要等他们露出马脚吧。所以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他们。臣马上派人去北怀。别派人了，你亲自去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可以被别人知道。可是这几日，娘娘脉象不对，臣要留在娘娘身边继续诊脉。来不及了，你放心，本宫会按时吃药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你赶紧去吧。娘娘切记，一定要心平气和，不可忽喜忽悲。臣很快就会回来。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，此人就是当日为周大人诊治的张大夫。曹民拜见贵妃娘娘、魏大元帅。在宫外无需多礼，请起吧。谢娘娘。张大夫，当日为周大人诊断，他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周大人本就患有不治之症，早就知道命不久矣，只是当时恐惧即将获罪，所以才……报！启禀大元帅，丹阳山大滑坡掩埋了整个村庄，各处都在抢救灾民，我们实在无法抽调人手前往丹阳山。宁贵妃，看来我必须亲自过去救人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将这两个人抓起来。是。魏大元帅，这是为何？将此人和张大夫分开审问，周大人死前3天的详细情况，对比口供。是。就在这儿审吧。这个张大夫要尽快审问，不要太难为他，还要让他多给灾民配些药。是。带走。走！贵妃娘娘，魏大元帅，贵妃元帅，魏大元帅，妃是冤枉啊！朗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后娘娘叫我来提醒你二人，尽早分道扬镳。大元帅回北殿，贵妃娘娘尽快回宫。朗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宁贵妃毒发当日，班灵儿在寝殿中发现了你，她已经告诉了皇后。现在皇上也一定知道了此事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之前他拿此事威胁过我，让我不要再管周大人之死。那你还不快走？可我必须调查清楚周大人真正的死因。
魏大元帅这边也是名正言顺，丹阳山滑坡掩盖了整个村庄，死伤无数。当地官员需要军队的支持，魏大元帅有调动的权利。是怕皇上猜忌起来，你们说不清楚，再由闵妃挑唆。皇上的猜忌也不是这一两天了，不然我怎么会遭到严宽的毒手呢？周大人之死，班灵儿是脱不了关系的。他越是教唆皇上，越是证明他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们必须先发制人。我赞成宁贵妃的说法。参见皇上。当时奴婢看见屏风后有一双男人的脚，奴婢大惊失色，以为有外人闯入。可那脚的主人似乎并不担心，十分镇定。那你也看见了？是，奴婢通过铜镜看到魏大元帅就站在屏风后面。都听到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这是后宫的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但此事牵扯到战功赫赫的魏大元帅。魏广为大梁立下战功不假，但他果真做出此等欺君之事，便是我大梁第一佞臣，朝中也绝容不下此等忤逆之人。皇上，老臣明白皇上的心痛，定会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做，让文武百官对此事缄默。丞相所言极是，明日魏广和叶凝之就会返回，我会带着文武百官前去祭天，一切行动听朕指示。郎大哥，你留在这儿，我们先走了。行了，我尽力而为，你们小心。众爱卿，近半年来，我朝上下灾情连连，百姓受苦受难。如今灾情渐渐平息，朕欲去太庙祭天，祈求上苍仁慈，助我大梁再无天灾，亦无人祸。皇上要去祭天，理应由臣妾陪同。若是臣妾不去，岂不是有钱无坤，是要惹天下人笑话的？皇后失德，就不怕扰了天地神明吗？说得好，陪同皇上的侧妃名不顺，且残害生命，犯下滔天大罪。若是这样的人都去祭天，岂不是惹得神灵众怒吗？皇后，你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后宫那套又摆上来吧？你当真是不要脸了吗？宁贵妃到，魏大元帅到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你们两位倒是大摇大摆，不慌不忙啊。皇上，既然要告慰上苍，祈求怜悯，那就请把这个冤案一并解决了吧。臣妾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给这位亡魂伸冤。他就是粮草都尉周贯中大人。朕已经说了，要去太庙祭天，吉时不可错过。皇上，这件事情和北怀的上千灾民有关。朕已经说过了，
等回来之后再说。你们还不退下？臣妾很想退下，但是为了这位忠臣，为了100名无辜牺牲的运粮兵，为了上千名白白饿死的灾民，臣妾一步都不能退。试问皇上要带着这样的冤情去祭天法祖，是要对天地大不敬吗？上天也不会让你们这样的人去祭拜。好啊，朕倒要看看你们到底要跟朕说些什么。快说！半个月前，有人请缨，说要亲自押送赈灾粮去北怀，接着又好大喜功自作主张，不听周大人的屡次相劝，非要将米粮经由月华山运送。结果遭遇了山贼，害得所有的运粮官和100名运粮兵白白牺牲，还连累了数千灾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呢？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莫非宁贵妃说的就是你？没错。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敏妃。事发之后，她不但没有补救，还串通当地经手的官员，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周大人身上。周大人不肯画押认罪，他就买通了大夫，在周大人的药里做了手脚，让周大人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。你胡说！周大人那么好的人，被你逼得连性命和一生的清誉都不要。签字画押之后就上吊自尽。他留下了3个遗愿：第一，不要牵连其家人；第二，善待同僚的后人；第三，他请求朝廷立刻再次派赈灾粮去北怀。不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什么周大人，什么大夫，统统都是污蔑。当地有棵很大的榕树，平民百姓会把自己的心愿挂在树上，那些地方官员奉承你，一定说满树的许愿囊都是恭喜你被封为娘娘，你当时应该很得意吧？但其实，大家的心愿都希望大梁不再有战。周大人死后，那棵榕树已经一片白里。还我周大人，还周大人清白，为周大人鸣冤，还我父母官！血口喷人！你没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这么说？对，宁贵妃、魏广，你们有何证据啊？这是经手官员18人的口供，为周大人做出假诊断的大夫也在其中。臣已经将他们押至大理寺，皇上即便想亲审，也是可以的。皇上，各位大人们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。将米粮从月华山运过去，是我的主意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班灵儿，因为你的自私和无知，害死了1代忠良和数千人的性命，也让一众官员和百姓心寒。皇上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2个人，他们2个本来就是奸夫淫妇，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他们一定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想办法来构陷臣妾。娘娘说出这样的言辞，魏某倒是愿闻其详。你还抵赖？魏大元帅，你就别装模作样了。你经常偷偷潜入宁贵妃的寝殿，和她私会，就连她毒发那一日，你也在寝殿之中。她的宫女都看见了，你敢否认此事吗？我从来没有和宁贵妃私会，不过毒发当日，我的确在她寝殿。那可是宁贵妃的寝殿，
你一个男人潜进去，除了私会，还有什么理由？臣一直在追查严宽、严正两兄弟诈死一事，但当时向皇上回禀，皇上认为严宽必死，无奈臣只有暗中追查更确切的证据，却发现严宽易容成东方轩混入宁贵妃寝殿，千钧一发，宁贵妃身体不适，为保皇上爱妃安全，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责无旁贷。当日，严宽所假扮的东方轩以皇上为借口，支开了所有人，寝殿中就只剩下我和他。我身体不适，求救无力，命悬一线。是魏大元帅及时赶到，将我救下。我对魏大元帅十分感激，多谢魏大元帅救命之恩。皇上，皇上，如果你信他们俩却不信臣妾的话，那就请您赐臣妾3尺白绫，臣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以死明志。老天，你告诉大家，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各位大人，敏妃说的是对的，宁贵妃和魏大元帅所说的的确是片面之言，他们找来的证人也的确有可能是被收买了的。同样的，敏妃刚才所言也有可能是假的，她所说的宫女也有可能已经被收买。难道这就是个悬案了吗？我堂堂大梁，满朝文武，却解不开一个运粮案。那么就让本宫这个妇人来说说后宫的所见所闻吧。3月24日，永东门大爆炸，死伤近1000人，4天3夜，不眠不休抢救灾民，晕倒醒来又继续去赈灾的是宁贵妃。2月前宁州旱灾，身体抱恙，仍然在赈灾现场的还是宁贵妃。那个时候敏妃在做什么？她在勾引皇上。皇上，你在大殿上看不清，不如去大榕树下问问那些挂白绫的百姓，宁贵妃到底有没有本事买通全大梁的子民来诬陷一个敏妃？北怀人人可以证，周大人为官正直清武，这等清官在我大梁含冤而死，令世人心凉。各位同僚，我等一同在朝为官，试问哪位不是心系大梁子民，殚精竭虑为大梁？可到头来，功绩无人知晓，落得身败名裂，含恨而死。这样的朝堂，何以安天下？大理寺奏请皇上，立即让臣着手会审，灾情连连，需给百姓一个说法。皇上，臣也以为祭天一事应该暂缓，灾情不查，上不敬天，下不为民，家事还是暂缓一下为好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还是没有在大殿上直接定敏妃的罪，
看来还是心疼他。我们不能让班灵儿有翻案的机会。他就算再厉害，也不至于干预大理寺吧？更何况，他父亲是罪臣，且已去世多年，在朝中，他也没有可以直接笼络的官员，他身边只有皇上。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才会紧紧地抓住皇上，而且他会不择手段地拖我下水。可皇上也不至于为了他罔顾国法吧？曾经皇上就为了我罔顾律法，现在他一颗心都在班灵儿身上，为了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今天在大殿之上，丞相他们都相信宁贵妃所奏之事，但只有一个人没有说话，那就是皇上。臣妾恳请皇上告诉臣妾，在你的心里，你是信宁贵妃，还是信明妃？皇上，你不说话，就代表不信明妃了。皇上是臣妾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亲人，臣妾人生走到这里，也该是尽头了。皇上，臣妾不用劳烦皇上赐牌令，臣妾自己准备了。臣妾现在就回去了结自己，省得活在这冰冷的人世间。朕信明妃。敏妃，你为何一直站着？皇上，那个案子还没有查明，臣妾还是戴罪之身，不敢坐下来进食。朕说你可以，那就是可以。坐下来，陪朕高高兴兴的用膳。谢皇上。这就对了嘛。坐下来陪朕好好的用膳。你看看你啊，熬得如此憔悴，都没有以前好看了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那朕可就不来长思殿了啊。是啊，臣妾一会儿就回去，好好收拾自己。哎，这段时间朕的心情不佳。用完膳之后，你陪朕去御花园。哈哈，明妃，你看，皇上，他们好香啊！我有种预感，过不了多久，群臣的态度就会改变，他们就会觉得周大人的案子有很多疑点，而敏妃也许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坏事。说不准再过段时间，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无辜的，反倒对她歌功颂德，称赞她是一位贤妃。看来皇上的态度很明显，拜官揣摩上意，应该知道往哪边倒。
这是委屈了宁芝和魏广，好不容易斗倒了长公主和广定王，又跑出来一个这样的蛇蝎女人，我真的很担心这场仗会比之前的更难打。李妃娘娘万福。快平身。谢敏妃娘娘。之前是我误会大家乱嚼舌根，还下令惩罚了你们。不过如今事情都已经清楚了，这和你们都没有关系。今日我是特地来赔罪的。娘娘何错之有？奴婢们受不起。我特意带来一些皇上赏赐的糕点给大家，这些都是上好的血燕，对女子最是滋养。还请大家收下我这份好意。奴婢们不敢。从前我也是从梨花学堂出来的，与大家都是姐妹。皇上从早到晚，时刻都有赏赐。我呀，也吃不完这些，与其留着浪费了，还不如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。哎，很久没有来看望姐姐了，姐姐如今可好啊？冬梅，先带康儿出去玩吧。是。我是想跟姐姐说，周大人那件案子，皇上不打算交给任何人处理，要亲自解决。还有当日在大殿上高护姓宁贵妃的人，现在都偃旗息鼓，躲在家里不敢发声了。你来就是想要跟我说这些？我来呢，就是想要劝劝姐姐。皇上是真心喜欢我，我也是真心喜欢皇上。既然你和皇上没有感情，就不要再来妨碍我们。难道你敢否认吗？去年中秋节前后，荷花池畔，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对皇上只有敬畏，没有男女之爱。我的确记得，而且我还记得中秋节，因为要救你，才导致北印王的死。你苦苦哀求我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根本就不会成为宁妃娘娘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曾经亲口跟我说过，你跪在皇后面前跟她说，她永远都是正妻，你永远都是妾室。那又怎样？哼，真是想不到啊，一语成谶。你生来就是小妾的命，就算皇后会再次打入冷宫，你永远都不会是这后宫最尊贵的那个。班灵儿，你才承宠多久啊？居然能想到这么远以后的事情。你还记得华妃吗？当时皇上那么宠她，可现在呢？她已经被发配到边疆，饱受风寒之苦，人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。还有皇后娘娘，正是当年败落，文武百官全都反对皇上立她为后。可皇上呢？非要反天下人而行之。花无千日红，人无百日好。我劝你还是应该收敛一点，否则到时候君恩如流水，匆匆不回头。你哭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你等着。皇后娘娘，大理寺果然将运粮案搁置下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
都无法动摇皇上爱护敏妃。咱们这位天子真是……宁芝和魏广已经这么努力的斗那个小妖精了，莫非他比长公主和严宽更难对付？皇上一贯如此，当年也是因为我而压下了北婴王的案子。其实这次最苦的不是我跟魏广，而是周大人，还有苦苦等待救济粮却饿死的百姓们。从脉象来看，娘娘的病情渐渐好转了。是吗？怪不得本宫这几日觉得没有那么胸闷了。郎大哥，你许久不行医了，怎么医术还越来越好了？不是我医术越来越好，我是受到高人指点，茅塞顿开，换了新药方，不然我还在原地打转。是哪位高人？本宫要重重赏赐他。说不得。怎么跟我卖起关子来了？能指点你的只有你师父，可他早就过世了，那还能有谁？那位高人不许臣说出去，臣已经发了毒誓。这一次还真的是要多亏了您了。不客气。江大夫，我代皇后娘娘再次谢谢您，托您的福，娘娘已经大为好转了。应该感谢你才对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被严宽抓到北殿，做了2个逆贼的走狗了。江大夫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隐姓埋名，和家人一起在乡下地方行医问药。郎大人，恕我直言，国家大事不是你能管得了的，要多多保重。我固然不能左右，却也想付出一份心力。江大夫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本宫原本以为皇上会再次夺了本宫的封号，连累宁贵妃也会受到影响，可谁知到现在还是风平浪静。风雨前的宁静罢了，我们大梁或许又会再次陷入到战乱之中。长公主和广定王躲在北殿，本是不成气候，谁知道严宽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说服了乌兹国和夏圣国的皇帝，一旦他们联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严宽逃走之后，我日日难以入睡，想不到真如我所料，带来这么多破坏。祸福相连，长公主蠢蠢欲动，皇上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今天心情好，咱们也别在这儿杞人忧天了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。来，本宫再敬大家一杯。来。九云道长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所为何事？恭喜娘娘！我何喜之有？贫道夜观星象，发现你3月之内会怀上龙胎，此胎贵不可言，日后会成为大梁的95之尊。真的？贫道之前为你所算之事，哪一件没有应验过？如果真如道长所言，那我就有盼头了。但娘娘还需格外小心，星象吉中带凶，且地星忽明忽暗，寓意皇上对娘娘的宠爱并不稳固，要想办法抓住皇上的心啊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
还请道长赐教。贫道只能说到这里，其余的就看娘娘的造化了。皇上，根据探子回报，严宽和那2个逆贼刚刚会见了乌兹国的平原王。他们谈得如何？详情尚不可知，但据探子回报，他们相谈甚欢，平原王还亲自送了他们一场。丞相，你代表朕出使乌兹国，想办法将平原王拉拢到我们这里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些好处。总之，不能让平原王跟那2个逆贼在一起勾结。皇上，臣即刻去草拟国书。丞相，且等一等。皇上，臣妾有个请求。听说平原王很是宠爱他的王后，若是臣妾与丞相一起前往，也可趁机接近王后，从她身上下手。此计甚妙，你真的是朕的爱妃啊！去了之后，一定要想办法跟乌兹王后好好相处。是。我收到你的密信，你说敏妃出宫见一个道士，查出那个道士的真实身份了吗？这个道士像是凭空出现一样，此前没有他行踪的任何痕迹。根据了细作远远看了一眼，这个细作善于丹青人脸。这是他画的那个道士。平原王有礼。这便是大梁的丞相和敏妃娘娘，闻名不如见面。我在大梁的时候，就曾听说王后容貌过人，叫人见之不忘。如今一看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敏妃娘娘过奖了。本王收到国书，得知大梁要派遣使者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魏广大元帅。当年我们2国交战，本王与魏大元帅沙场对峙，可谓是惺惺相惜。可惜这次却不能看到他。魏大元帅脱不开身，所以皇上就特意派丞相前来。王后，我特意选了几样礼物送给你。坐。请。这2颗夜明珠名为双龙吐珠，若是在晚上，整个房间都会被照得通明，宛如白昼；若是把它镶在颈斜上，那一定是熠熠生辉，就像天女下凡一样。那我可要好好看看。丞相前来是为了何事？其实你堂堂一品大员，又代表大梁皇帝而来，恐怕不只是送礼这么简单吧？是否和长公主拜见本王有关？是，皇上派我来，就是想和你商讨结盟之事。结盟？
本王暂无此意，时机到了，本王会再约你商谈。来，先喝酒。明珠虽美，但镶在鞋上似乎太重了。当然不会，娘娘穿过便知。这一双是我命绣娘们打造出来的金丝鞋，鞋面用金丝勾勒而成。娘娘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来，请用。丞相，你为何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？我一早便说过，谈判要讲究策略。敏妃娘娘，我们尚未与平原王熟络，便先提出结盟，他当然会觉得我们心急。这不就是开始拿桥了吗？以后我们还要怎么谈？此次出师不利，你准备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娘娘，臣准备。爱妃，爱妃，朕对你甚是思念，你可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臣妾与王后一见如故，王后对臣妾很是友善，平原王也很是热情，也一直在提着皇上。这么说，结盟有望了？那是自然，不过还得看皇上是否愿意接纳他们。当真如此？可之前打探的消息是，平原王和长公主他们走得也很近。长公主与广定王是皇上的手足，平原王当然不敢得罪他们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们不过是北滇的丧家之犬，能给平原王带来什么利益呢？权衡利弊之下，他们当然会选择大梁的天子了。爱妃所言极是，平原王是朕的手下败将，只有朕可以让他心服口服。所以皇上，你不必着急结盟。现在是乌兹国有求于大梁。皇上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臣这就先告退了。哈，丞相辛苦了，你先回去歇息吧。丞相看着一脸疲惫，是不是在乌兹出什么事了？丞相年事已高，难免精力不济。在乌兹国的时候，他时常答不上来平原王的话，还是臣妾力挽狂澜，否则还让平原王小看了咱们大梁。看来这些时日朕要考虑考虑新的人选了。这儿的风景还是这么美。这样的风景，不知道还能看多久。何出此言？今天我遇到丞相，他想辞官，被我阻拦了。丞相出使乌兹国，谈何顺利？理应嘉奖才对，怎么会？和乌兹议和的事情，和敏妃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平原王态度不冷不热，根本就没有想过和我们大梁结盟，可见已被长公主拉拢。为何敏妃告诉皇上，平原王很愿意议和呢？这样会误了大事。皇上偏偏喜欢听微言之词。难道皇上真的只信敏妃的话？敏妃说的都是皇上最想听的话，自然一叶障目。若是平原王真的跟长公主结盟，
班灵儿她如何向我大梁子民交代？眼下，他只有讨好皇上的欢心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会想到长远的未来？用不了多久，忠臣将会遭到排挤，奸佞之人投其所好，朝堂万马齐喑。若外敌在作乱，那这万家灯火又如何保全呢？既然你已经预测到了危机，想必你已经想到了办法解决。我太了解你了。其实这一次，没有所谓的对策。这青岛的江山，只有豁出去，用性命去付出。这一路走来，多少个坎儿我们都已经迈过去了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辉光，你本来可以功成身退，逍遥自在，可是你为了我留了下来，现在身陷危机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。我多想放下身和名，陪你细看人世情，陪你的雨停。点一盏眷恋时光，照进你生命，让所有危险和传闻揉你眼睛，仿佛黑夜里泪水的结晶，心变得更透明坚硬，再痛几回也不怕摧毁。